经常有朋友会在后台问我怎样理解某个导演的镜头，如果真的让我说，我觉得不必迷信任何一个导演，不必迷信任何一个导演。学电影一定要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那个导演，就是在尽量多的看片的前提下，加上自己的生命体验，慢慢的你会找到自己喜欢的某个导演或者某类导演，当然你也会找到自己最想拍的题材或者类型。其实拍也是一样的，都有一个寻找自己风格的过程，这整个过程其实是动态的，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变化，喜欢的风格或者题材是可能会变的。电影是要用一生去学习的，但是在茫茫100多年的电影史上，有没有哪位导演是一定不要错过的？我的答案就是黑泽明导演，因为黑泽明导演是对视听语言、画面造型非常娴熟的导演。稍微查一下资料就会知道，崛起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那批美国导演，很多都曾不止一次公开地表示自己从黑泽明导演的电影里学到很多。甚至在黑泽明导演晚年的时候，他的电影在日本遇冷，融资困难，是美国那几个导演帮他投资才得以继续拍摄。我曾经在之前的视频中引用过徐浩峰导演书里的一段话，他把导演分成懂画面的导演和不懂画面的导演，后者被他称为是票友。黑泽明导演无疑是前者，而且是前者中的佼佼者。在视频的最后，我会把黑泽明导演和张艺谋导演的2部电影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一部是《影武者》，一部是《长城》。我们不是比整部电影，我们是把其中一个非常具体的戏剧功能完全相同的片段，就是传令兵给将军传令的这个动作来比较。我想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什么是视听语言，什么是合格的视听语言。希望你能看到最后。关于电影开场戏拉片这个系列，一开始我想要做的是将开场戏做一个分类，让我们在构思的时候有迹可循。比如有这一类开场，有那一类开场。有的电影会有明确的开场感，比如我们前面第一期视频里就聊过的防暴警察，那个开场戏里的女主角的父母在之后的正片里就没有出现过，这个开场戏就显得非常独立。汉江怪物的开场戏也非常独立，那里面的人物也只是出现在开场，这都是明显的电影开场戏。比如说我现在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在一座山上，这座山非常高，鹤立鸡群，被群山怀抱，山路险峻，常人难以抵达。这座山与周边的山相比，还有一个奇特之处，就是四季常春，山上没有其他建筑，除了一座庙。我们的故事要从这座庙开始说起，这就是一段明确的开场戏，因为后面的故事是发生在庙里的，庙坐落于山上，我前面先铺垫了这座山怎样怎样。你也可以说这样的铺垫是引子，是背景，但是越到现代电影，这样的开场戏越没那么多了，越来越多我们见到的是直接开场，就是直接开始故事，没有那么多的背景交代，需要交代的背景内容要么融合在每一场戏里，要么用插叙倒叙的方式来说明。有时候有的开场戏就是剧作上的激励事件，比如《边境杀手》，开场就是女主角执行任务时发生爆炸，让美国政府觉得必须要整治贩毒集团。大多数电影开场戏也不是激励事件。我们今天看的《天国与地狱》就属于这一类，我们叫直接开场。场标出来之后，直接是音乐，女高音，有一些悬疑诡异的感觉。出片名《天国与地狱》，首先这个电影翻译过来的中文名是《天国与地狱》，它的英文名叫 High and Low， 直译过来就是高与低，所以这个电影它的片名其实是与故事情节以及主题呼应的。从影像上来说，出字幕的这段画面也是与这个电影片名呼应的，这些镜头都是从高处往低处看，就是直观的高与低，这都是一些空镜，最后出现导演的名字。第一个画面，一个窗户的全景，窗户外是城市，其实就是前面这些俯拍镜头拍到的城市。其实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刚才的镜头就是从这个窗户往下看过去的一个景象，也就是从主角的家里往下面看。电影前段是从高处往低处看，从中后段反派出现之后，有从低处往高处看的镜头形成了呼应。画右一个人从坐姿站起来入画，镜头跟随他向左摇，这时候镜头运动的动机是这个人的运动，要跟住他的运动。我们看到很多的窗户，这个家非常大。灯开，一个穿西装的人手提着一个桶入画，他看了他一眼，这个穿西装的人也往画右看了一眼，说明画右是有人的。穿西装的人叹了口气，镜头又跟着继续运动，镜头运动的动机始终是这个人的动作，只有他转身开始走，镜头才开始动。他的运动的方向与前景穿西装的人的转头方向一致，与机位运动方向相像。机位往左，镜头向右摇，这个画面本身就动感非常强。同时镜头向后拉，出现一个全景，
到这里揭示出了刚才这个穿西装的人，他往右瞥了一眼，瞥的是谁？就是瞥的沙发上的这3个人。这时候这场戏的5个人物就已经出场完毕了，同时在这个全景镜头里展示了空间中的人物站位。这个镜头从最开始的全景空镜到人物入画之后变成中景跟摇同时轨道移动，再反向摇镜头加移镜头还有后拉镜头，带出这场戏的全部人物变成全景。实际上运动是很复杂的，但是由于遵循了视觉规律，显得极其流畅。一个运动镜头中不断的有新的信息加入，人物的站位也在变化。这个镜头的复杂不光是人物运动复杂，主要是拍摄上，这看起来不是斯坦尼康拍的，应该是在轨道加摇臂上拍的，或者现在的倒列车。镜头本身可以上下左右摇，这是一个维度。另外一个维度是机位的运动，摄影机本身前进或者后退或者左右运动，加上镜头的上下左右摇，形成了2个维度的运动。操作上复杂是复杂在这里，从画左走过来看起来是机位没动，镜头单纯在向左摇，但是当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机位必须往这个方向动。如果机位不动，摇回来应该就跟前面的起伏是一样的，是拍不到沙发上的这3个人的。这种镜头拍起来是不简单的，我们猜测导演一定是想要在这第一个镜头里就把所有人物出场完成，他追求好看的摄影机运动，追求纯视觉的美感，这是非常精彩的一个镜头。这个人是主角，我们叫他全藤，以他做下的动作作为剪辑点，很流畅。这里其实是跳轴了，但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人物的站位已经清楚了，不会造成观众对空间的混乱。他做下的动作是镜头跟着往下摇，最终形成一个仰拍构图。重要的是前景的这些斜，为什么是一个仰拍的视角？我们前面说仰拍代表人物有一定的权利，放在这里其实也是合适的，就是这个人是主角，他当然有一定的权利，因为他是民族鞋业公司的一个重要的股东。但其实仰拍在这里更多的是为了前景的这些斜，如果是按照人物视线高度来拍，这些斜是不可能做到目前这样的造型的，就会显得斜的重要性很低，就没有强调了。而这些斜它为什么重要？是因为交代了主角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管理一个造鞋的公司。这些鞋在前景处散乱的摆放，这个造型感跟我们前面所说的甜蜜的人生那个段落类似。女主角在她穿鞋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从非常非常低的一个机位拍过去，拍到她在穿鞋，后景处是男主角坐在那儿，除了女主角穿的那双鞋，周边的这些鞋也是散乱的摆放，画面里的这些东西本身就形成了节奏，除非是剧情需要，通常来说他们不能是整齐划一的，跟黑泽明导演在这里摆的其实是有异曲同工。画面内的人和物怎么摆放才好看，这是纯粹的画面造型的问题，当然也有剧情的需要，比如有的人要面对镜头，有的人要局部出现在画面里。但这个课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个只能是不断的去看去思考才能提升的内容，学美术的人在这方面会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看到这种对画面上的安排存在于我们说的每一场戏每一个镜头，尤其是我们前面说的固定机位长镜头，这是导演对画面敏感的最直接的体现。有的人说我的拉片视频里面讲摄影的内容太多，我是建议所有导演不需要懂参数，但是要懂画面，因为画面与戏剧直接相关，谁在画面里谁不在画面里，在画面里占比多少，这都是直接的导演设计。你把这个放给摄影师去做是错误的，好的摄影师一定是凤毛麟角的，很多懂戏的摄影师都已经自己做导演了。切过来变成一个4人全景，首先这4个人是这种站位，有3个人坐在沙发同一侧，从构图上看其实是明显能看出来谁和谁是一方的，他们3个人是过来围剿这个男主角的，他们想拉拢这个男主角跟他们一起架空公司的董事长，因为公司的董事长跟他们理念不合，做的鞋质量太好太耐穿，且当下他们公司的销售额下滑的厉害，他们想把鞋做的款式新一点，不那么耐穿，让大家换鞋的频次高一点，挣更多的钱。他们3个是一条心坐在同一侧，主角坐在另外一侧。那为什么机位是俯拍呢？如果从一个视频线的高度去拍，其实我觉得也未尝不可，但是这里选择这个角度，第一是这个角度也能完全看清对面这3个人的表演，也能达到视频线高度去拍同样的效果。第二，导演更多的是从后面的运镜上去考虑。最左侧这个男人站起来，镜头上摇跟了一下，保持这个人还在画内。如果起伏是从视频线的高度去拍，那要拍到这个男人站起来就需要仰拍或者是升降，看起来这个电影里没有直上直下那种升降，就是 Z 轴上的那种运动没有。那如果是仰拍就有2个问题，一个是前面这个镜头主角全藤是仰拍，这3个人如果也是仰拍就不合适了，因为他们是配角，不能跟主角享有同样的镜头。他们3个一直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并没有给任何一个人有单人镜头，也没有跟主角相同的镜别，这是导演对他们作为配角身份的一个很直接的体现。还有一个是因为这其实是棚拍，仰拍一定会带到更多头顶上的内容，这就增加了美术陈设上的难度。我们在拉片的时候尽量去把镜头机位这样放的原因想透彻，实际上这样的训练多了之后，到现场这就是导演脑海里瞬间的直觉性的反应。关于为啥这个是俯视还有一个原因，右边这个男人他也要站起来，
我们先继续往下看，切到主角这边还是前面同一个机位，就是男主角坐下来这个机位，其实就是同一个镜头，剪辑师分开用的。这个深色西装的男人站了起来，到画右拿了一杯酒，然后向画左走去。拿酒这个动作，镜头向右摇就可以，人物向画左走，机位向左平移，镜头一直跟住人物。当人物坐下时，回到较低的机位，起伏是全景，落伏是中近景，有足够的变化，落伏并不包含主角。这时候从剧情上没有什么能解释的，那为啥这个人要站起来拿一杯酒向左侧走呢？那只能用一个原因解释，就是变化。移动镜头中、长镜头中需要有明显的变化。他站起来这个镜头，如果按照我们前面说的这个镜头是仰拍，其实就没法完成目前这个运镜，因为他过来拿酒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需要用仰拍，仰拍也会难看。所以导演在这里选择机位的角度是一种综合考量，他追求流畅的机位镜头运动，他希望将一些人物运动融合在镜头里，所以他选择这样的机位角度。人物坐下之后，三个人形成了新的座次，还是同框。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黑泽明导演是你不能错过的导演，是因为他是尽量的让这个画面好看，这个好看是符合视觉规律的好看，而且他是遵循了电影的一个原则，就是让人物尽量运动起来的这个原则，它就更能吸引观众的视线。为什么有的电影它会闷？有时候它就是固定机位一直定着拍，画面里的内容变化的也不够多，人眼就容易疲劳。我们前面说长镜头的时候就有说过，你要让这个画面里的变化足够多才能抓住人的视线。就刚才这个人物来说，他其实站起来拿一杯酒，其实拿不拿都行，不会对剧情有任何加成。他不去拿酒，后面正在摆弄酒的那个人也会一个个给他们送上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为了调度增加出来的一个动作。最开始是从四人构图起，然后跟住他又变成了双人的近景，略过了男主角，之后又变成了三人的一个中景，有足够的变化。切回到男主角，这时候镜头上台拍到了这个秘书，这个秘书面带笑容，感觉是不简单的一个人。镜头拍到他，至少代表这个人物是有戏的。穿深色西装的男人起身再次回到右侧的座位，这一整个过程几乎跟前面的镜头是对称的，甚至都有一点倒放的感觉了。秘书又过来送酒，剪辑点选择在秘书看了这个男主角一眼的这个动作上，结合前面的这个镜头，实际上导演在说这个秘书也是挺重要的，我们往后慢慢看就知道。这时候男主角问你们想要怎么办，就是这个剧本写的特别清楚，前面他们三个就一直在抱怨过他们公司鞋子卖得慢，不够挣钱，太耐穿了，又说现在女人都想要便宜一点，实惠一点，能多换一些款式，然后又说他们这个董事长股份太多了，跟他们经营理念不合，一直在说一些现状。当这个男主角问出来说你们想怎么办的时候，其实就是问他们的真实目的。这句台词是作为了剧作上的一个分界点，基本上这三个人在前面说话的时候，他们的站位是几乎没有变化的，只是说在座位上有一些动作上的变化，除了右边这个人来回走了一圈。他们坐在这里的过程，导演没有给任何人一个近景或者一个特写，因为他们三个在剧情上的力量是相等的，他们三个人其实相当于一个人来跟这个男主角谈判，他们当中没有哪一个人更重要，没有哪一个人是次要。所以我说前面这个人起来拿酒，坐到这边又坐到那边，他其实就是视觉上的一个调节，不是说因为他重要所以让他动，提高观赏性，提高商业片的视觉流畅性的一个小调度。到这里三个人的底牌亮出来了，秘书川西是什么时候入画的？他原来就是在那边摆弄酒和冰块，等到对面这三个人说出他们的计划，说川西做你的得力助手的时候，这时候川西入画了。这是明显的导演调度，就是什么时候让这个人出现在画面里，是在与他相干的时候，并且在这里他递了一杯酒之后，镜头给到了一个新的角度，这个角度在之前我们都没有看到过，这是为了拍到川西的正面。这镜头是把主角全藤排除在外了，这个意思也很明显，他们四个人是背着主角全藤商量过的，而且这四个人一个站着，三个人坐着，但这三个人坐着，每一个人的身体姿态在画面中形成的造型又不一样，这就是节奏，这就是我们前面一直说的画面内的排布的一个节奏。镜头摆到这里的时候，你要去调度演员的时候，你要跟他说他怎么做，也不是说演员说我想这样姿势做就可以这样做，倚在沙发上是最舒服的，三个人都想倚在沙发上，那就不对了，就不好看了。剧情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没有造型美感了。所以一定要让这个人和这个人要错开，大家互相之间要露出来，通常情况下都要露出来。这个秘书的表演很好，把那种小人物突然上桌的感觉演得很生动。
摄影机跟着这个秘书川西的动作向右摇，带出主角全藤。秘书一直在画内，此时已经相当于他正式上场了。4个人的棋局加了1个人，川西算是一个重要的棋子。男主角全藤的这个表演值得玩味，听到说他们几个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就问什么意见。心想你们这群乌合之众是吧，能取得什么意见，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想法，带一点嘲讽。其实全藤他自己已经谋划过了，这场戏结束之后的下一场戏就展示出了早在他们3个人来他家找他之前，全藤就已经谋划去获得一些资金的支持，购买这个公司更多的股份，去变成这个公司实际的掌舵人。他实际上是胸有成竹的，所以在这里他的表演上有所体现。切到一个更全的景别，这个景别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大的一个景别，形成了一个新的构图。此时这个秘书他依旧是要在这个画面里的，因为他已经上桌了，现在的谈话已经跟他相关了。原先观众可能不知道谈话跟他相关，因为画面里他不常出现，但他其实肯定自己在偷偷在听，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为什么是这个角度？因为我们说了，这个秘书开始变得重要了，镜头要看到他的表情，所以机位才在这边。如果机位再往画左放一点的话，那就只能拍到这个秘书的后背了。说到谁将担任董事长的时候，川西也回头了，这是重要问题，对吧？谁都想要一个最高权力。3个人的底牌亮出来了，他们对这个职位的安排已经做出了计划。这明显不是主角想要的结果。全藤笑了笑，点了点头，心想这帮孙子我猜就不会让我当老大。他这时候起身出话了，镜头此时并没有跟住这个全藤摇走，而是停留在了秘书川西身上，给了川西1秒钟。川西在想什么呢？以川西为前景拍站在窗边的全藤，这个景深非常深啊，前后景几乎都在焦平面上。虽然这个场景是一个富人之家，客厅很大，但是实际上它就相当于一个舞台，对电影来说它就是相当于一个舞台。我们在拍室内戏的时候，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最忌讳的就是在找景的时候找一个超大的一个客厅。当然我说的是拍电影，不是说拍广告。这是一个超大的客厅，方方正正的一个长方形的盒子。我们在前面很多次说过，你要找这样的客厅，那其实你的机位是很少的选择的，因为没有前后景，没有纵深。我们看过比如说在一些欧洲电影里，比如说在杰斯洛夫斯基的电影里，他拍欧洲的那种家庭，他有很多的通过门窗这种东西形成的框式构图，前后景的这种东西，这种场景会有更多的调度的可能性。在这种大的长方形的这种空间里，其实你没有很多办法去做调度，所以让人物动起来是一个办法，但是动你也要考虑动的时机以及往哪里动。这个场景是主角的家，主角他可以在任何时机站起来，但是黑泽明导演选的时机是什么？是在这3个人亮出底牌，并且明显没有让主角满意的这个时间点。你们底牌亮出来了，那我现在也准备跟你说说我是怎么想的。所以他站起来了，他要换一个位置。3个人又在商量，心想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到底会不会同意。这个秘书也看了他们一眼，注意这里拍这个秘书的镜头其实就是刚才拍男主角的这个镜头的这个机位，只是把镜头一直拍下去，去分开剪辑用。所以仰拍是代表人物更有力量吗？不是的，所以还是要先理解戏，先理解人物，再去理解这个镜头。所以拉片如果不讲戏不懂戏其实是没用的。而且你看是在什么时候镜头切到沙发上这3个人的，是在这个秘书转头看他们的时候。这是不是很像我们之前说的边境杀手里面 Kate 的眼神转换作为剪接点，其实都是一样的。打开客厅的窗的这个动作，目的是透透气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这个动作给了这3个人以及秘书一个表演的时间。男主角他在起身的这一刻，他完全可以立马说后面的词儿，但是导演安排他沉默，就是让这些人有了表演的时间，也让人物显得不要那么急躁。还有就是更多的就是一个戏剧的节奏考量，不能全部是台词一直不停。这个构图特别好看，首先是一个非常深的景深，光圈可能8、11都有可能。这几个人物的身体在画面中形成的造型非常好。为什么男主角他是往右弯腰而不是往左呢？或者他往右弯腰为什么不往左做一点呢？想象一下我说的这2种造型都不好看，这里就会缺了一块，并且会挡住这3个人中的某一个，也会造成这个画面配重失衡。这个秘书的表情非常耐人寻味，他好像是在笑话这个男主角愚忠。
全藤突然转身呵斥一声，而且突然跳了一下轴。这个跳轴也没什么问题，我们对这个空间里人物的排布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跳轴并不会造成视觉上空间位置的混乱，而且跳轴与演员表演的语气加重相得益彰，形成强调。强调的是全藤这个人虽然也认为现在公司在经营上出了问题，但是他是一个有底线的商人，他非常看不上这种以次充好的做法，他要维护民族鞋业的名声。镜头跟着男主角往后拉的同时向上抬，形成俯视视角，但是摇过来之后竟然只有这个秘书和穿深色西装的人入画，另外2个人不在画内。不是说他们3个人其实是一体吗？2个人突然站起来，而且是在靠近镜头处突然站起来，有很强的冲击感，这就能看到黑泽明导演他对画面的视觉规律的娴熟的运用。从画面下方入画是最突然的，突兀感冲击感是最强的。这个电影虽然是一个黑白片，但是怎么区分这几个人呢？通过服装，主角服装是最白的，甚至都有一点曝光过度的感觉。然后他的秘书是浅灰西装，这个人是一个深色，不管是深蓝、藏青或者黑色，映射到黑白底片上就呈现这种深色。这个人服装看起来也是一个浅灰，但是他跟其他几个也都明显不同。这个人的衣服是更浅灰的，接近于白的一种西装，每个人的服饰颜色都有区别，没有2个人会重合，这也都是一些细节上的设计。并且动作上来说，最开始3个人出现都坐在沙发上，首先是这个最先站起来说话，这个动作就将他与其他2人做了区分。之后深色西装的人从右到左，又从左到右一趟，动作幅度最大。中间这位就一直坐着没动，这3个人着装有区分，动作也有区分。全藤粗暴地把鞋子撕烂，这时候大家情绪都上来了，在日本人看这种动作就已经变成羞辱了，情绪都很激动，所以他俩突然站起来，从全藤开始撕烂鞋子，到最后形成5人站立的这种构图，人物的运动也有节奏，这是需要导演清晰地告诉演员你在什么时间点到哪里，以一种什么姿态，这全都是调度。穿深色西装的这个人，他在全藤还没起身的时候他就已经起身了，所以全藤过来的时候他就在这里站着，全藤开始撕鞋的时候秘书开始往这走，这2个人的出现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这都是节奏问题。又出现了一个变化，这个人开始往右走，其实他走不走对剧情上来说还是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他走了空间就拉开了，因为一直以这个构图结束就比较枯燥，就代表导演没招了，他动了空间拉开了他才能动。親父もダメ、私たちもダメだ。しかし長い目で見ればその方が本当の利を上げるよ。ロマンティックなこと。然后形成了这个构图，4个人围住1个人，他们都在质问他。还有一个秘书在后面，我估计他就是谁赢帮谁。再看这个画面的造型，就是男主角还是处在差不多画面左侧1/3处，然后把其他几个人排布出来。那秘书此时应该排布在哪里？首先他应该是站在这个男主角背后，因为他现在还是属于男主角这边的。他是站在男主角的左边还是男主角的右边？因为他从前面全藤开始撕鞋的时候走过来的，当时走到左边或者右边他就可以停在那儿，没必要换位置。那他如果走到了右边，现在这个画面里他就在这里，他跟这个叉腰的这个人合起来就显得画面中间这块很重，而且主角在这里，从画面的重量配比上来看，秘书川西站在幕前的这个地方是最合适的。这里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秘书准备跟全藤窃窃私语的时候，被这个浅灰色的西装的人瞪了一眼，就不敢说了，所以他们4个就是串通好了，通过气的，我们前面也说到了。这个人说出了最后的狠话，你不跟我们为伍，我们就联合起来将你踢出董事会。全藤也怒了，意思是那就走着瞧。3个人都上前一步。我们在设计镜头和人物动作的时候，我们怎么拍人生气？是那种表现出来的生气。很多人拍一个人握紧拳头用力抿嘴唇的特写，其实没必要，这3个人上前一步已经够说明问题了。谈不拢，几个人走了，然后碰到这个主角的妻子出场，也就是这个戏的女主角了。到这儿第1场就算结束了。总结一下，在毫无层次感可言的空间里，我们怎么样能实现调度的多样性？黑泽明导演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范例，将人物按照剧情的需要分别安排不同的站位、不同的动作，利用大空间的优势设计摄影机的复杂运动，从而实现不同的站位构图。其实就这一点就已经足够我们去研究了。因为剧情上这个全藤是一个富豪，家里这么大的客厅是合理的，我们遇到这么大的客厅，那可以想想《天国与地狱》是怎么拍的。如果你的剧情里没这么多人，那还要想别的办法。非常不建议在拍一个普通家庭的时候而去选这种非常宽敞的大客厅，你会发现无从调度。当然我们说的是电影，比如说这个电影3人关系拍来拍去就是这么几个机位，而且这种 2.0 甚至更大的光圈所带来的极浅的景深，我觉得大概只有扎克施耐德导演的《活死人军团》能与之一战。
好的，这期我们就到这里，下次见。